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，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道手擀面的做法。提起来手擀面，大家都会想着自己做自己吃，多加2个鸡蛋会更加爽滑劲道又好吃。其实那样想是错误的。今天呢，就借此机会给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加鸡蛋有哪些坏处，什么时候可以加鸡蛋，什么时候不可以加鸡蛋，让大家一步一步的和我操作全部过程。按照我这个方法做出来的手擀面，不管你是做汤面还是做凉面，都是非常的爽滑劲道，有嚼劲哦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提起来做手擀面呀，很多人就会在和面的时候加1个鸡蛋，甚至加2个鸡蛋。有的人呢还用这个鸡蛋代替水来和面，其实那都是错误的。只要面粉精度够，不用加鸡蛋一样劲道。鸡蛋加的越多，面条越不劲道，而且有腥味，吃起来是脆的，一点都不好吃。除非你用的是中筋面粉或者是低筋面粉，可以加1个鸡蛋增加筋性，但是鸡蛋也不要加多哦，加多了一样是脆的。盆子里面是高筋面粉600克，加2克的盐增加筋性。然后呢，用255克的凉水和面。冬天里面呢，可以用温水和面，边倒边搅拌。首先呢，把它搅成大面絮状，搅拌至无干面粉时，下手开始揉面，给它揉成一个偏硬的面团。感觉表面有点干了，可以加一点点的水，把表面打湿，然后再进行揉面。随便给它揉一揉，然后呢，盖住盖子，醒花一会儿，然后再来给它揉一遍。这个和面是有技巧的，不管你和什么面，一次性是揉不光滑的。要想把它揉成光滑细腻，都需要醒一会儿，再给它揉一遍。面经过10几分钟的醒花，给它1分为2，然后再把每一会儿给它揉成光滑细腻的面团。揉好以后，用保鲜膜包起来，再次给它醒花一会儿。趁着洗面的时间呢，我们来烧点开水，然后呢，把西红柿打成十字刀，放在一边备用。下面呢，我们把葱姜蒜都给它切一切。首先呢，把大蒜籽给它拍2下，拍完了以后呢，给它剁成蒜末，剁好了以后，给它放在碗里备用。接下来把小葱也给它切成葱花，切碎了以后，葱绿和葱白给它分开放。葱绿呢放单独一个碗里面，葱白呢放在蒜一起。葱姜蒜全部切好以后，我们的开水也烧开了，把我们打好十字刀的西红柿给它下进去，给它烫一下。西红柿大约烫1分多钟，快速的给它过一下凉，像这样的话特别容易脱皮。西红柿皮去掉以后，给它放在案子上，然后4六给它切开，然后再给它蒂去掉。为什么要4六切开呢？因为4六切开去蒂比较完整，去一边就可以了。然后给它切成小块，切好了以后给它放在盆子里面备用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准备一个干净的小碗，然后呢打4颗鸡蛋，打好了以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，搅散了以后也给它放在一边备用。接下来我们在蒜碎葱花碗里面调一个料汁，首先加半勺的老抽上色，然后再加1勺的生抽调味，再加半勺的蚝油提鲜，然后再来1大勺的熟油。喜欢吃辣椒油的可以放一点点，或者是麻油都是可以的。然后呢，给搅拌均匀，放在一边备用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开始炒鸡蛋。锅里倒底油，油热了以后倒鸡蛋液，然后用筷子快速的给它搅散，搅得越碎越好。给它炒黄以后，给它盛出备用。鸡蛋碎盛出以后，锅里重新打底油，油热了以后，葱姜蒜碎爆锅。随后呢，再加2小勺的黑胡椒粉一起给它爆香，然后呢，把我们切好的西红柿给它倒进锅里进行翻炒。西红柿烧炒个片刻，加一点点的盐。这个里面的盐呢，不要加太多，因为等一会儿鸡蛋要放在西红柿一起，不然的话，鸡蛋吸收盐就太咸了，就不好吃了。开中火慢炒，把里面的汁水给它炒出来，炒成番茄酱，像这样就可以了。然后呢，再加一点点的鸡精，给它翻拌均匀就可以出锅啦。番茄酱炒好以后，给它倒入一个小盆子里面，把我们炒好的鸡蛋碎也倒在小盆子里面，给它翻拌均匀。我们拌面的料头都做好了。下面呢，我们来开始擀面。案板上给它撒一点干粉防粘，把我们醒好的面直接放在案板上，用手给它按一按，然后用擀面杖给它擀开。面团先用手给它按扁，这样擀起来呢它不容易滚。然后呢，把擀面杖放在中间，往外擀压，
擀一擀，然后给它换一个地方，再给它往前推，就像这样，先把它擀成一个大饼状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我们把另一个面团也按同样的方法给它擀开。第二个面团擀和第一个面团一样大的时候，把它们两个摞在一起。看到这里，大家可能会问我，给它摞在一起，不会是两个一起擀压吧？我告诉大家哈，就是两个一起擀压，因为两个一起擀压特别的省事儿，也特别的快。假如说你要是第一次擀面的话，建议像我这一样一个一个的擀，因为摞起来擀还是要一定的技术的。要假如说你经常吃手擀面的话，不妨你像我这一样重新给它摞起来，像这样擀的话比较省事儿。我擀的时候你可以看看手法，但是非常的方便，也非常的快捷。两个面片用擀面杖给它卷起以后，手放在中间往外擀压。放在中间的时候手轻一点，往外擀的时候就要手要重一点，因为边缘薄了，中间自然就薄了。面片呢擀成这样就可以了，大约比饺子皮呢稍微要厚一点，就像这样就行了。然后呢把上面撒一点干面粉防粘，然后呢用擀面杖把上面的一层给卷过来，把下面一层呢也给它撒上面粉，以免在切面条的时候呢它互相会粘连。干面粉撒均匀以后，用擀面杖重新给它卷起来，然后放在菜板上，像叠扇子一样给它叠起来。叠好以后，下面我们来开始切面条。刀上面撒点干粉，以免在切面条的时候粘刀。把右手的拳头半捏着，轻轻地放在面片上面，除了大手指4个指甲盖全部都给它立起来，切一下往后面挪一下，切一下往后面挪一下。这样切面条呢，以免伤到我们的手指。切完以后呢，上面撒一点干粉，然后呢，把上面一层给它掀过去，再给它抖一抖，我们的面条就切好了。面条切好以后，让大家看一下，我们的面条又长又均匀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再用擀面杖给它挑起来，让大家近距离的观察一下我的面条做的怎么样。为了详细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擀面条，今天呢就多录制了2分钟。下面呢水烧开以后，我们来开始下面条。下面条呢水尽量要多加一点，面条下进去以后呢，水呢尽量要没过面条。刚下进去以后呢，不要动，盖住盖子浸煮2分钟。煮至微开的时候，给它打开盖子，用筷子给它打散，以免它互相粘连。刚刚接了一个电话，没有注意，差一点呢就煮溢出来了。然后用筷子给它打散，打散以后敞着锅再煮2分钟。把它煮熟以后，把我们提前准备好的凉白开给它过一下凉。过凉的面条吃起来更加爽滑劲道，并且呢也最适合夏天享用。像这样过了2遍凉的面条，非常的爽滑劲道，让大家看一下。我不告诉你这是手擀面，你敢相信这是手擀面吗？下面呢，把我们调好的料汁和炒好的料头一样都给它放一点，给它搅拌均匀。里面呢也不用放油，也不用放盐，因为蚝油、生抽里面都有很多的盐。给它搅拌均匀以后，撒一点葱绿就可以开吃啦。像我这样做出来的手擀面，爽滑劲道，特别的美味。就是不要菜也可以吃2大碗，有空你也试试吧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，我是于姐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